兄弟们，我是有朋，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比较热门的一个视频制作领域，宗教内容视频的一个创作。这个圈子里面的话，我发现有个账号的话做的特别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播放量都挺高的，你看200万的一个播放量，20多万的播放量，170万的一个播放。而且这种内容的话，它不挑平台。我们看到的这个账号，它在 IG 上面的话，差不多有90多万的一个粉丝啊。同样的话，它在 TikTok 的粉丝量的话，也达到了60万的一个粉丝。然后在油管上面的粉丝的话，也有19万的一个粉丝。所以说这种内容的视频的话，相当于在每个平台的话都吃得开。这个频道主要内容就是把圣经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经文放在比如说 AI 图片生成工具里面。通过 AI 视频工具生成出对应的一个图片，还有一个视频。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视频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它视频的一个结构。那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把它上面的话来截个图，截了图以后的话，然后我们来到 GPT， 我们把这个图片的话发送给它。我们问他，我说图片上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你用的是 GPT 的会员版本，也就是 Plus 版本，GPT 的话它是有这种识图的功能，它直接可以识别图片上的一个文字信息。比如说这个图片上的意思就是人们认为天堂是什么样子的。那可能在大家的心里的话，天堂的话可能是下面比较美好的一个事情，但是的话在圣经里面的话，它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个图截下来，同样回到叫 GPT 的话，直接帮我们识别翻译一下。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 AI 的功能。然后第二句话的圣经是如何描述它的？第一句话相当于就是我们平常人想象中的天堂是什么样，圣经中描述的天堂的话又是怎么样？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圣经中描绘的一个天堂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照片。那它里面的话，很多视频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那我们随便再点开一个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个视频，同样的我们来截一个上面的一个图片，回到 GPT 叫 GPT 的话直接帮我们识别出来。GPT 这里马上帮我们识别出来这种图片的。我们大家怎么样想象天使？就是天使在我们心目中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这里的话就是天使，我们每个人可能想象的天使是长这个样子。有一个对比对比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或者说在其他里面天使是长什么样？我们同样截个图来到 GPT 发送给他。GPT 的识图功能，还有 GPT 它也可以直接生成照片只有 Plus 版本的话才有这个功能。那怎么样从 GPT 的免费版升级到 GPT 的付费版？有风之前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教程，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那个链接一起看一下，把你的账号升级到 GPT 的付费版，它有更强大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这个张图片上的意思就是以西结是如何描述它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比如说以西结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同样可以来问一下它，因为 GPT 的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AI以西结的话，他是圣经中的一位先知，他的故事和预言记录在比如说在哪个里面，他被认为是犹太人和基督教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人他是怎么样描述我们这个天使的？来看一下。他在他的形象里面他描述的天使的话是长这个样，和我们普通人的想象的天使的话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通过这两个视频，我相信大家的话应该对这种视频的制作原理的话应该有所了解。大概就是我们普通人想象的某个事物是长什么样，在圣经里面这种视频的话主要会用到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它通过经文的话转化成一个图片，和我们普通人想象中的一个图片的话进行一个对比，大概就是这样的效果今天的话有风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制作和它相类似的。简单来说就是它所有的这些视频的话都是借助了 AI 的一个技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经文整得活灵活现就像看电影一样，让人看了还想看。那我随便点一个来这个视频的为例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制作一下首先你不懂的话，我们先把上面的话先截个图，截个图以后我们来到 GPT 粘贴进来，这里点击发送GPT 的话它会自动帮我们解释一下这图片上的话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如何想象在圣经的启示录里面4个骑士它是长什么样。启示录的话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这个启示录它的写作的时间的话大约是在公元90到95年
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它里面的话描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场景这种制作这样的视频的话也非常的冷门，但是感觉还是比较有文化的这种感觉。它的主要内容的话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接二连三的大灾难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读的话是非常有意思，那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读一下。那这个视频的话，它写的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心目中这个启示录中间这4个骑士的话，它可能是长这个样。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但是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圣经里面描述的4个骑士的话，大概的话可能是这个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制作一下。首先的话，我们从第一部分来开始制作第一部分的话就是来制作一个我们普通人想象中的4个骑士它长什么样如果说因为我们要用 AI 生成照片，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这段提示怎么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截个图接下来以后呢，同样我们是打开 ChatGPT 粘贴进来。我给 GPT 提示词是这样子的，帮我描述一下这张照片，生成 AI 图片的一个 prompt， 也就是我们的提示词一定要在一个新的窗口打开，叫 GPT 帮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照片。等一下的话，我们通过它里面的一个描述的话，来生成相关的一个视频。很快 GPT 已经帮我描述好了以上这个图片如果说英文你看不懂的话，你可以叫它先翻译成一个中文翻译成中文以后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描述是怎么样写的他说是为古代战士骑着马并肩前行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骑士们穿着中世纪风格的长袍和斗篷，手持长矛和武器他描述的非常的形象接下来的话，我直接叫他直接帮我生成照片比例的话，我们叫它改成一个9:16，因为我们如果是做短视频的话，是需要9:16的一个比例。那可以看到刚才的GPT 的话已经帮我们把这张照片的话已经生成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张照片的话点右键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就可以了。如果是，那我们还可以再叫它生成一张，再生成一张。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它的原视频的话是前面展示了2张，那我们也来生成2张。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以此类推生成。不停的尝试，直到生成你满意的一个照片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的话感觉也不错，我们点击右键的话直接把它保存下来。那我们还可以再生成一张你可以多尝试一下，可能有时候还会生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图片效果。好，这张也可以，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先保存下来。那第一部分的一个图片素材的话已经有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第2部分，就是对比圣经中想象中的这个4个骑士长得是什么样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做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它这里原作者他叫我们去读这个启示录里的第6章，第6章的话有描述我们圣经中的4个骑士是长什么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样可以借助 AI， 叫 AI 的话来帮我们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借助 AI 的功能，叫 AI 的话来帮我们生成一下启示录第6章大概是写了什么内容。然后我把这个提示词启示录第6章说了什么启示录第6章描述了大概就是这几匹马，白马、红马、黑马、灰马还有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叫它把上面的内容的话翻译成一个英文翻译成英文的话，我们直接用这个提示词来生成一个对应的照片就可以了。大家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一下本期用到的所有的工具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实操一下下面的话已经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这上面的，比如说第1匹马、第2匹马、第3匹马，可以看的。我们来看一下它原视频，你看也是出现了几匹马的样子，红马、黑马、白马。那我们来试一下，看用 AI 能不能生出第一个白马、红马的一个效果。我们复制下面的英文，用另外一款 AI 工具 Midjourney 来生成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Midjourney 的话，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它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打开 Midjourney 以后，因为 Midjourney 现在它是有网页版的我们可以直接在网页上进行一个生成。Midjourney 现在是需要付费使用的如果说你还没有 Midjourney 的账号，
那我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购买或者说合租的一个按钮。新手的话，你可以先去合租一个账号，先来感受一下。或者说你直接购买一个账号也是可以。Midjourney 的价格的话，大概每个月的价格是在70块钱人民币左右。那我们直接把提示词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右边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3杠，我们选择比例的话，你可以拖动它。因为我们做短视频的话，比例选择9:16，点一下它，按一下回车。同时的话，为了加快我们的进度，我们直接把下面的话都复制进来。也是方法和原理都一样。我们把下面每一个的话都粘贴进来，等待它生成。这里会显示一个生成的一个时间。最终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的话是白马。一个骑着白马的骑士出现，这个骑士持有宫殿，并被赋予了征服的一个权柄，这个意思非常可以。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你再点一下可以放大，或者说你直接点击邮件，你可以在新的窗口打开来看一下。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生成的照片，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帮我们描述的4骑士里面这个白马的一个形象，非常的有意思。可以点击这个关掉。可以看下一个，那下面还有生成了，我们可以看到生成了红马、黑马、灰马，那上面的话都帮我们生成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红马的一个效果，点击邮件，在新的窗口打开，非常的好，这张感觉也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黑马，黑马的话也不错，点一下它，点击邮件，在新的窗口打开，这个的话感觉也非常的震撼圣经中描述的这个4个骑士大概可能就长这个样子。如果说有 Midjourney 的话，你看右边的话，它网页版的话还提供了几个功能。第一个的话，我们还可以重新生成。第一个按钮我们可以重新生成。这个沙博的话，意思就是你点一下它，它会生成和我们这张照片相似的照片。如果你点击失控，它还会生成4张照片，但是风格的话，可能和我们这个张照片风格可能不一样。如果说你对这个风格不满意，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失重提交了，它会等一下的话，我们可以拉到最顶部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又在帮我们重新生成。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参数。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放大。放大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帮我放大这张照片的话，你点到它有可能的话，像素的话可能没有多好，它只有这么大一张。你还想把它变得更大的话，直接点击这里有个放大，也是2种第一种的话是基于我们这个原照片进行一个放大。第二种的话就是它创造性，它放大以后可能和我们原来这个照片的风格有点不一样。我们选择第二个。第三个参数我们可以放大。比如说这个场景，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不够宏大，我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个背景，你这里可以选择，比如说放大2倍。等一下的话，这个背景的话就会放大。这里有个 more rerun 的话，就是帮我们重新生成4张照片。如果说你对这个照片不满意，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话，你看我们刚才这里它会显示这里我们刚才变化的一个版本，这里又帮我们生成了4张，风格的话可能和我们刚才有点相似的这样一个照片。这里有个放大，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放大后的一个效果。是帮我们把整个景的话放大。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 room 的话，它已经把我们整个景放大了。我们随便点开一张来看一下，比如这一张，点击邮件，在新的窗口打开，你可以看到这个景的话就放大了。我们原的这个图片的话，它是背景的话不是很多。我们刚才经过这个放大以后，你看 Midjourney 的话处理的非常好，非常的自然。这个还有一个放大，这个放大的话，它是对我们景它没有放大，但是整个图片的尺寸的话，它有所放大。我们点击邮件，在新的窗口打开，我们给大家对比，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看到我点了放大以后，它的图片的话会覆盖我整个页面。刚才我们这个照片的话，你最多放大这么多。刚才我们经过放大以后，它可以放大，整个景的话就会整个图片的一个尺寸的话就会更大，看起来的话更震撼。满意的话，我们可以点击邮件，把这个照片的话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大家现在要制作视频的话，一定要学会最基本的一些 AI 工具的使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它可以帮我们找到非常漂亮、震撼的一些素材。当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好这些图片以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让这个图片动起来，因为它现在的话只是一张静态的一个图片，我们又要让这个照片动起来。
整体看了一下，我刚才用 AI 生成的这些照片的话，都非常非常的好。还有一些场景，你看这些场景描绘的非常非常的好。那图片转视频的话，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快手旗下的一个工具，叫做可伶 AI。最近的话，经常用到这个工具，因为它确实做的还不错，那推荐给大家来用一下。来了这个平台以后的话，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号注册一个账号，登录进来。登录进来以后，它生成图片的方式有几种。它可以帮我们生成 AI 图片、AI 视频，那都没有问题。今天我们要用的工具是它的这个 AI 视频的功能。AI 视频的生成方式有两种，第一个是文声视频，第二个的话是图声视频。但是我试了一下的话，图声视频的话可能效果的话会更好一些。Midjourney的话，它确实是目前最好的一个图片生成工具。那我刚才的话已经保存好了，接下来的话我直接点击这里上传，把我们刚才的照片传进来。这里传的照片有要求，文件的大小不要超过10兆，尺寸的话不能小于300px。比如说我刚才是第3个，往下面拉，这里你给它这段图片的一个提示词，图片提示词的话，我们直接就用这个 GPT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提示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刚才是第3个黑马，我就把第3段的这个英文的话复制一下它，直接用这段提示词，来的可伶 AI。这个图片创意描述这里，我们直接粘贴进来就行了。这里创意想象力的话，你越往左边越拉，它可能生成出来效果和我们原图的话可能差距更大。那往右边拉的越多，它可能生成出来的一个照片的话就更符合我们原图的这种效果。那我们选择中间适中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有生成模式有2种，第一个是高性能，第二个的话是高表现。高表现的话，它生成出来你可以灵感值都要35，高性能的话只要10。高表现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它会比高性能生成出来的效果更好，但是它所消耗的一个灵感值会更多。因为可伶的话，它还是免费的话，它可能会前期送你一些灵感值，但是用完以后你是需要花钱买的。这里我先演示，先用高性能，生成时长我们可以选5秒、10秒，都没有问题。选好以后的话，这里你不希望呈现的内容，那你可以在下面来填一下，比如说模糊、变形等等，那就是你不想要出现的一些，那我可以把它加进来。那全部选好以后，直接点击一个生成就可以了。这里它生成时间预计需要2到5分钟。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即使你退出这个页面，它也可以继续帮我们生成。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等它，我们直接把它删了。把我们要做的下一张照片的话也传进来，比如说下一张就是我们第一个的白马，同样我们回到 GPT， 把我们第一个提示词白马提示词也是复制过来，同样把下面这个改一下，粘贴进来，直接点击生成就可以了。生成的话可能需要点时间，大家生成的时候需要耐心等待一下。生成好以后的话，它会出现在右边，可以点击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生成好的一个效果。比如说这个白马生成出来的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效果，这是高性能生成出来的效果。如果说你用高表现的话，它可能效果会更好。再看一下这一张，这个的话感觉效果还可以。那在后面这个背景都在动，但是手部这个的话不是很自然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重新生成生成到你满意为止。因为确实目前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的话，还不是那么完美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AI 视频的话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提升。那我生成了几个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的话感觉还可以，有一种运镜的这种感觉我再来看一下我这匹红马的话，其实这个它没怎么动，它感觉是背景的后面动了，但是前面的景没有这么动但你如果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你可以把它删除掉，重新生成一下就可以了。那这里不满意，你可以点个这个不满意就行了提交一下。总之的话，大家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如果说比如说刚才这个视频你还比较满意你还可以点击这里延长5秒，让这个视频的话它的长度的话就会更多由于今天只是一个演示的话，那我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来大家在真正做视频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多生成几次来试一下效果。生成好以后呢，我们直接点击
这里有个下载，那我们直接把它下载到电脑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个图片素材还有视频素材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来找一个背景音乐，因为这种视频的话，背景音乐还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可以打开因为如果说你的视频要发在油管上面，那音乐的话是不能随便用的。如果说你发到 TikTok 上面，那没问题，你可以用 TikTok 上面的音乐库。但是我们主要讲的是油管，所以说我们今天需要用到油管的音乐库。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进入你的一个工作室。第二工作室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音乐 Audio Library， 我们这里搜索一个关键词叫做 EPIC， 就是一个比较宏伟宏大的这样一个意思。那里面有很多音乐大家可以点击来稍微试听一下。这种带有大可这种音乐的话，我搜了一下，整体感觉的话听起来是有点那种震撼的。那我们直接点击右边，比如说这个我觉得不错，就把它下载下来。音乐所有的素材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合成我们的视频。现在我们的所有素材，我们的音乐，那我们的视频，那我们的图片都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合成我们的视频。那我们需要用的工具是剪映。打开剪映以后，我们把我们刚才所有的素材的话都先给导进来。导进来以后，我们首先需要就是我们大家想象中这个四骑士的一个形象的。我们首先前面就是来放两张我们每个人想象中的这个4个骑士大概长什么样，我们把它放在我们最前面。那比例的话，我们这里改一下比例，我们改成一个6:16。那现在做的第一部分的话就是文字上面图片上面再加上这样一个文字。因为刚才我们文字的话已经用这个 GPT 帮我们识别出来了。人们如何想象启示录中的一个4个骑士？我们直接复制一下这段文字，点击这个文本，这里增加文本，把我们的字的话直接粘贴进来。粘贴进来的话，再直接字它有点长，我们把它分一下，把它挪在上面一点。字太大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小一点；如果太长，我们再分一下。这个字体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下，你可以选一个英文字体。下面效果的话，我们可以来一个，比如说来一个黑的一个底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来一个黑色的底，这样我们看得更清楚。太靠上了，我们再往下面拖一点，跟它这个的话大概的话有点像。这个字在下面时长不需要太长，我觉得2到3秒钟就可以了，把它切掉。后面这张照片的话也是2到3秒钟可以了。把上面的文字的话稍微往后面拉一点，让它保证在我们后面这个图片上的话也是看得到的。然后我们来继续放它下一段。那第二段上面的话再来一个 VS， 我们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点击文本这里来一个这个上面这个文本这里拉短一点这里我们来一个 VS VS 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来大那么一点点大概的话就这个样子。字体的话我们稍微换一下，下面的话来一个黑的底，不然你可能看不清。我们加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大概看一下 VS OK 差不多了。后面的话来一个黑底，上面的话再打上一个字，点击这里媒体这里有个云素材，这里有个素材库的话，我们这里素材库里面点击热门的话直接加一个黑底进来就可以了。那就是这一段的话什么内容都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设定到2秒，把这段话它打进来，因为刚才用 GPT 已经帮我们识别了，我直接可以复制过来。接下来我们把这段字的话识别出来就可以了，复制一下它，来了 GPT 粘贴给它，叫它帮我们提取出来一下。当然你可以直接用微信的一个提取文本也是可以的。圣经是如何描述它们的，复制一下。来到这边点击这里有个文本，增加文本，把我们的字的话打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原视频它分成了2行，我们也可以分成2行。字体的话你可以稍微变一个，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上面太长，把它稍微切掉。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圣经是怎么样描述它的，大概可以了。这后面的话再点媒体，把我们刚才几个其他视频的话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刚才这几个视频的话全部都给选中，选中以后一起拖进来。点击这个可以放小大概
后面的话它就会被加进来啊。整个视频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制作出来的。最后一个我们可以换一下位置，好，大概的话这样的效果已经好，这样的话大概效果的话已经有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的话，两边有这种黑边，没关系，你这里拖放一下就可以了。哪怕每一个的话的比例的话稍微拖一点点。好，我们来大概从前面来放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差不多已经做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微调一下。前面这个明显感觉太长了，我们删掉一些，选中，然后点击向右裁剪。裁掉一部分，后面的话这个视频我们再来放一下，这个的话也太长了，我们把它裁掉，可能不需要5秒，可能2秒钟左右，差不多就太多了。5秒钟确实有点长，把每一个的话都从中间部分把它裁掉。现在的话已经大概有这种效果了。接下来最后的话，就需要把我们这个背景音乐的话给传进来。那我们刚才的话已经从油管里面把背景音乐传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大概效果，最后效果的话已经大概有这种感觉了。好，然后后面多的部分把它裁掉可以了。这就是大概的话我们花点时间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如果说你们花更多时间的话，我相信的话你们可以做得更好。最后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右上角把这个视频导出来就可以了。那导出来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视频上传到 IG 上到 TikTok， 或者说上传到我们的油管，那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上传到油管当你的首先，如果说你还没有油管的一个账号的话，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创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频道创建了频道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加号，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上传上传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视频的话传进来。传进来以后，我们需要一个标题，一个描述如果说你还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来到IT 里面把它原的这个视频复制一下。复制它以后的话，我们来到 GPT 粘贴进来，我们直接叫 GPT 帮我们改写一下。我给 GPT 提示是这样的，帮我改写一下以下的内容我准备用到油管的一个视频的标题描述还有标签中意思不变。GPT 的话就已经帮我们改好了，因为它生成的是一个中文。如果说你做的是英文的话，你可以叫它翻译成英文如果说你要做中文的话，你就可以叫它不用翻译，直接就可以发了比如说标题的话，我们可以叫它复制一下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真实还原启示录中的4个启示，这里描述这描述的话就是教大家阅读启示录第6章，了解这4个启示的一个故事，粘贴进来。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个标签，标签的话它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我们直接复制一下，比如圣经的 AI 启示录、耶稣、基督教直接粘贴进来。那么标签呢，这些标题描述都有了，然后接下来点击下一步这里选择不是为儿童创作，点击下一步这里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当你的视频发布以后的话，它可能需要审核一会审核通过以后的话视频上传进来以后，在你油管后台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短视频，在短视频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传的视频。那我们可以点进来可以点到油管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视频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视频。那我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大家的话可以多花点心思我相信的话你们可以做得更好更漂亮。那当我们这个视频做好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肯定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做视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很明显就是为了赚钱。那这种视频怎么样赚钱，怎么样盈利呢？可以来到它的一个IG 的一个账号，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盈利赚钱的。因为它这个粉丝我们可以看到有92万，有接近100万的粉丝，100万粉丝他肯定会想很多方法进行一个变现。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 link tree， 就是一个连接数。那我们点进来看一下，点进来以后的话，它会跳转到一个链接的一个集合的一个页面在这个页面的话，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有推广或者说是怎么样赚钱的。如果说你英文不好，我建议大家在电脑上安装这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沉浸式翻译安装在电脑上以后，我们直接可以点一下它就会帮我们把整个页面的话进行一个中英文对照。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们都把这些链接点进来看一下，比如说它
画廊，我们点进来看一下。点到这里面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销售这些，这里呢它有卖它的一个会员，你看这个还可以卖会员啊。价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话，9.9块一个月，或者19.9块一个月啊。它的一个怎么样？我看看啊，成为它的会员的话有什么好处呢？那第一个的话，可以查看它完整的一个高清图片，那还可以访问他们的一个独家的帖子，还有壁纸，可能他们还制作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壁纸。那大概的话就是它里面提供的一些功能，比如独家内容、数字下载、完整的帖子存档、粉丝请求、一般支持啊、每日领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种卖会员它的赚钱方式啊。看第二种的话就是直接给他们打钱支持他们啊。可以看到这里有19名支持者。那我们再来懂。第三种的话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店铺啊，店铺里面的话也有销售相关的一些产品，那我们点开来看一下啊，就是卖他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卖他视频里面的一些照片，那这里可以选择这个照片的一个尺寸啊，他们可以卖照片啊，这个照片的话，这里的话都有啊。第三个就是做电商啊，卖它里面的一些照片啊等等相框之类的。第四种的话就是的一个相关卖它的一个音乐 AI 音乐，就是它生成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音乐，那你可以在这里面来听它这个音乐啊，可能这个音乐可能是需要收费的。那总结一下它挣钱的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卖会员啊，第二种的话就是直接要求别人打赏，第三种的话就是做电商卖它周边的一个产品。当然，如果说你在油管里面的话，当你的粉丝达到1000啊，短视频最近90天的播放达到1000万，那你可以申请加入油管的一个合作伙伴计划啊。加入合作伙伴计划以后的话，它可以通过你的视频的播放啊赚取一个广告费。我是有风啊，希望今天的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本期用到所有的工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希望你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实操一下啊。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制作的一个视频。